一杯热酒问长空，山河万里笑谈中，恩怨情仇皆消融。心归何处谁是同？寒暑经年几风光，金戈铁马笑长空。只愿此生化作风，吹散人间万古痛。此北京苍穹，今孤勇，今离别，今归舟。就算有3000个日月春秋，够不够饮尽这杯太平酒？徐钦啊，臣在。儿上奏来朝，是朕未曾与儿说明白，还是你自家未曾与儿主说明白啊？陛下恕罪。万般因由，皆罪臣也。望陛下如天之仁，不要迁罪于我家国主。朕召他入京，本想着面对面的跟他把有些事情说清楚，可他却称病不肯来。这是在疑朝廷，还是在疑朕？罪臣不敢。徐钦自然不敢，敢的是儿主。陛下，我主一向谦恭守礼，万没有冒犯陛下天威之意。南唐小国也，甘愿割让州郡，自请降封国号，谨奏世书，唯愿年年称臣，岁岁纳贡，后世子孙绝不叛宋。望陛下垂怜，存我社稷血食。朕说过，江南梨树，亦朕赤子，这是朕的肺腑之言。可惜啊，儿主却听不明白。当初，朕与西南孟氏说过另一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知儿主能懂否？陛下，陛下乃有道天子，岂能行无名之兵啊？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徐钦亦是久经乱世，当知天下梨树苦分崩久矣。而当真以为朕要的是南唐的土地财帛，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朕要的是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朕要的是丰年能垦荒，灾年能赈济的朝廷和官府，是农人能安心耕种，匠人能安心做工，商贾能安心经商，士人能安心学习的时代，是勤劳可得富贵，良善能行天下，是天下每一个人都能如人一般活着的太平年节。这是朕要的，亦是前朝世宗皇帝要的，更是天下人要的。陛下圣明。以徐卿之见，
这一番战事不可免了吗？陛下，老臣昏聩无能，不能说服宋主息兵止戈，夷君父以忧惧，夷国民以祸哉，请陛下治臣之罪，明正典刑。国难当头，老将军倒是睡得踏实。臣上了年岁，人老较多，请陛下恕罪。宋国厉兵秣马，群臣惶然，没有老将军能泰然安睡。可是有什么扶危救难之计？臣有上中下三策，为今之上策，请陛下清理土地、军民、钱粮，造册明白，举30州之地，以归宋国，使宋主兵不血刃，抚定江南。老将军的上策朕明白了，却不知中策、下策又如何？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龙翔军成军已有2年，宋军水师舰船皆在江陵。臣愿效吕蒙白衣渡江之计，提调龙翔军，溯流而上，乘袭不备，一把火将其周阁焚毁于水寨之中。龙翔军乃是国家在长江之上的凭记，失了龙翔军，朝廷便失了长江之险。亡国之危顷刻眼前，朕不能拿着整个国家去冒险，却不知老将军的下策又是什么？下策便是割让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与东南钱氏联吴越以抗赵氏。为何是江右诸州？不应该是润州、常州、苏州吗？割地以联吴越，陛下早就想过了。陛下为什么要割让润州和苏州呢？几十年来，两国交兵，反复争夺的便是此3州之地。你来我往多少年，这3个州都已经打残了。朕想着，若是那吴越肯要，索性就便与了他。为什么会几十年来征战不断？因为那是国家东面的屏障。此3州一旦失了，吴越兵船逆流而上，一昼夜便可兵抵江宁城下。届时，宋军在西，与我大军相峙。前王亲提一旅之师从背后偷袭金陵，陛下和城中的宗室公卿顷刻间便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老将军才谏言于朕，要割让江右诸州。宋国水军自江陵顺江而下，首当其冲的便是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县。这些州县早就被宋主和宋军视为囊中之物。一旦吴越兵马进驻这些州县，钱氏与宋廷之间必生嫌隙。到那个时候，就是吴越的水军顶在前面，龙翔军和朝廷大军可伺机而动，尽可坐收渔翁之利。退一步时，坐观成败之机。老将军，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老臣不敢当陛下之谬赞。老将军不要谦虚，朕这便赐老将军以节钺，兼奉化、镇南两军节度使，出属吴越，效孙刘之故事，成两国之盟好，共抗保宋。
国家有难，老臣勉力而为。江陵所造龙舟321艘，水军27800人。若以长江为粮道，有水师护持，60万斛粮米足以支撑10万大军半年之食用。若弃水走路，以淮泗为粮道，一路舟车接替，则需多招收20万以上之民夫。每向前方输送1斛粮米，浪费在路上的，则需2到3斛。若要支撑10万大军征战半年，非200万斛粮米不可。吴越每岁入贡20万两匹银绢，这些年下来，一共存了多少？陛下，自建隆元年至今，一共145万8千。陛下若以封庄钱购粮，臣意当慎之再慎。须知民间的钱粮是有定数的，粮多则钱贱，钱多则粮价必涨。150万两银绢撒下去，只会逼得富户与粮商借机哄抬粮价，以独得朝廷之惠。于天下而言，粮价便是物价，粮食贵了，万物皆贵，到时候苦的还是贫门小户。不在中原买粮，拟制以曹兵为升州西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潘美为行营兵马都监，督水陆大军10万，征讨江南，吊民伐罪。陛下，二郎与泽平先生总理大军粮秣，于江陵置水陆都转运使司，发3司存粮60万斛，以备南征之用。60万斛不够。再拟一道旨意，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遣使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大使兼长江粮秣都转运使。再给九郎送去一封国信，将145万8千两匹的银绢给他送回去，让他给朕筹出300万斛的粮米来。世子恕罪，实在是大王正在与相公和太尉们商议军国大事，颁下了严令，无教命，所有公卿宗室、文武官等皆不得入内。我这个世子不得进，为何大郎兄却得进之？世子恕罪，大郎君如今加了参丞相府事，也是相公了。我是大王世子。世子恕罪，王命不可违。随军粮秣甲仗器械诸事，由谁总领提调？大王，此乃国战，万事皆需小心。臣当亲任深州东南面行营都转运司大使。相公这个大使是要坐镇中枢的，还要有一位行事妥当的随军副使，处置前方庶务。臣以为大郎君可为副使，随侍大王左右，提调军钱、粮秣、甲仗、器械诸事。允了。儿臣奉教。大王，臣以为大郎君臣义明锐，有大王救世之风。参与大政以来，处事亦多妥当，宜坐镇西府，行监国之事。至于副都转运使之职，不如让世子历练一番。西府王都有沈兄坐镇，用不着什么劳使子监国。以大郎为军前副都转运使，就这么定了。
这李元清又来了。世涉两国邦交，该有的礼遇不可废。大郎提姑去见见他，看看他有什么说法。见机行事，懂？儿臣李惠德。贵主欲与我王盟誓。正是。吾曰国有定制，前世亦有祖训。勤修共事，尊奉天子，善事中原大国。贵主之请，请恕我大郎君的心胸与谋算，老夫领教过了。这些场面上的话，便不必再多说了。左右此事，大郎君也做不得主。郎君只需将老夫代我主提出的盟约之条款回禀你家父王即可。请太尉试验之。若能相约为盟，我主愿遣子入至杭州，再割江州、洪州等江右6州与吴越，以示盟好。太尉，当我父子是傻子了？此事成就与否，皆需你父王定夺。你只需原话回禀便是。若是庞氏，确需父王独断。若太尉只有此番说法，晚辈现在便可告诉太尉，万万不能。若太尉与贵主能允晚辈一试，盟约之意，晚辈或许能向父王试验之。不知郎君所言何事啊？若贵国能与我国300万斛粮米，盟约之事或许能成。你是怎么想的？就算他天生痴傻，也不至于被同一个人连骗2次吧？李元清自然是不会再上当，堂主却未必。大郎君，这不是会不会上当的问题。南唐国中5年内遭了3遭水患，为了筹募龙翔军损失，府库存粮弥耗一空。再加上因水患灾荒失地失产的饥民，大多流入吴越州县，前后积达15万之众。民为国之本，更是税之源，失民则失财。接连5年税赋锐减，只怕他李氏再愿意上这一次当，也没了这上当的能力吧。诚如相公所言，如今的南唐国中，必然是拿不出300万斛粮米来的。俗谚有云：“上天要价，落地还钱。”向南唐使节索要粮米之事，不过障眼法罢了。儿臣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崇明镇。崇明镇，名为军镇，然而实际不过只是2处露出水面的沙洲，地处海口，大多数皆为浅滩，四周海路、航道虽宽阔，却过浅，只能行些小舟走葛。大多数稍大些的海船进来，顷刻间那是要触底的。早年黄龙岛和秦淮社划分商路，便是以崇明为界，实在是因为江船行至与海船行至不能互通。崇明以西，只有江船能够通行；崇明以东，只有海船能够通行。崇明，鸡肋之地，吴越要之何用啊？于军事或许无用，却可以用来屯粮。为何要在崇明屯粮？大唐不曾领过兵，若要北上取江东3州，粮道转运是要走陆路，在固郡沙屯粮是将粮道置于敌境之内，既不得用不说，郑彦华的镇海军
和杜真的江阴军，只需一道偏师顺江而下，便可将崇明岛上的粮食一火焚之。崇明屯粮，为的不是江东三州，对吧？是。父王明鉴。大郎打的是江东江阴军的主意，但你能想到李元清那等老江湖未必想不到。你去要，他便肯给吗？儿臣去要，李元清必然是不肯给的。然则若阿舅去要，说不定是肯的。哦，我395，370。阿娘，对不上啊。对不上，便是有人弄鬼。这些契书和货单上都是阿舅居名，总不成是阿舅自己骗自己吧？那自然不会。可确实对不上啊。那便是你自己算错了。没错啊。阿娘，你看，契书上约定的总货值是3600名，可货单上依照货物种类、数目和单价算出来的，却是4670名有余。这一单生意便亏了接近30%。契书是与谁家签的？买家是平安京元氏社的藤原月明。一名多少文？770文啊。平安京一名多少文？啊？是了，平安京一向尊奉大唐，行的皆是一名1000文的旧制。哦，原来如此，这就对了。你父祖皆信钱，你若是在钱币上这般糊涂，让外人说了嘴，辱没了家世名声，难免有虎父犬女之忌。我又不要做你的长子。你再说一遍。女儿什么也没有说呀。世子安康。阿娘，阿俊来了。母亲可在？在呢。让他进来吧。母亲安康。阿姐辛苦。确实辛苦。琉球的天尊王进了一只5色海螺，说是能吹出宫羽之声。小弟特意寻了来，以贺阿姐2九之辰。却在何处？还不将来我看？放在一边，你为国家世子，此玩物丧志之举，可一不可再。是，谨遵阿姐面会。乏了，出去走走，松松筋骨。儿子侍奉母亲一步。宫室事务繁杂，母亲劳神费心过甚了，还是要多动动才好。觉着你阿爹偏心了？儿子万万不敢。你是儿子，他是你阿爹，有什么不敢？儿子是吴越世子，一言一行，皆不敢忤逆为敌。你这些场面上的言语，留着跟外间说就是，不必拿回自己家里来讲。你阿爹平日呢，忙着朝事。用在你们兄弟上的心思本身就少，你若有什么想法埋怨，不与他说明白，等着他自己在那儿又猜又想，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这般的日子久了，父子之间没有嫌隙的，也要凭空生出嫌隙来。
父王弑君，雷霆雨露，儿子拒不敢抱怨。你呀，想差了，也想小了。元相公故去以后，老臣们凋落得七七八八。沈相公看着身子结实，实则比你阿爹大20多岁。如今也是60多春秋的老人了。这天下汹汹，纷扰未止。这朝事啊，总要有年轻人担起来。我知道。阿平入朝呢，比你们兄弟早了些，如今又入了相府，正经参与政事了。你们兄弟看在眼里，这着急呀，心里不平，倒是寻常事。儿子倒无不平之意，儿子只觉得不能为父王分忧，眼见着大郎兄功业比比，这才心生愧疚，想要略尽绵薄之力。与你说话真费劲，你这说来说去的，不就是想要入朝吗？你想入朝，想做事儿，这是好事儿。自家儿子想要有出息，当爹娘的只有欢喜。你放开胆子与你阿爹直说便是了。阿娘，儿是世子，身在贤继之地，这有些话，阿娘能说，大郎兄也能说，儿子却是说不得的。你今儿就是把主意打到老娘身上了，是吧？罢了，我替你说便是了。你阿爹是个爽利人，我生平也最讨厌那种瞻前顾后、黏黏糊糊的性子。你这是随了谁了？便知道还是阿娘最疼我了。想做事是好事啊，这有何不敢说的？是因为阿平吗？阿平呢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能干的孩子。这朝野上下、宫里宫外都看得明明白白。他是个心中有成算的。你总说他像六哥，那依着我看，他更似当年的你自己。你用他，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福气的。那会做事的人当然是要大用，可这不会做事的人，你若是不让他学着做事，那便是过了30、50年，他依旧是个不会。这些话是你想说的，还是阿俊他自己说的？你说呢？自家的儿子，自家心里没个成算呀。我便知道，这些话阿俊他自己讲不出来。知道你还闷着他，怎么说你也是当了小20年阿爹的人。阿俊是个好孩子，我心里都明白。我是想着呀，让他再多长几岁，再沉淀沉淀。上一次他去黄龙岛，偏偏选了龙旗大会时间，正日里跟那个盛家、田家、蒋家，那几个船主厮混在一处，私下里封官许愿，做了许多荒唐事儿。阿佑也在，当时也没把着点儿。不过也是啊，毕竟是亲阿舅和亲外甥，有所偏爱，在所难免。我看他是皮痒了。臣前为郡参见大王。与沈相公见礼。为郡参见相公。臣不敢当世子之礼。沈兄当得起。姑这个儿子，读书的本事平常，也没什么治世才略，只因他生得好，才做了世子。姑毕竟是做父亲的，虽不指望他能成什么大事，但也总盼着他能成器，
日后不至于误了国家社稷。韩文公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天地君亲师，伦常之所重。”故今日便将世子托付给相公，以束修之礼，言相公为世子父。文学词章皆在其次，教他些做事的章法、规矩，使其知国事之难、梨树之苦、上下之举。故拳之心、肺腑之意出于赤诚，还望沈兄谅之。臣惶恐。先生在上，学生为俊，自今而始，愿寒暑问安，晨昏定省，恭临教诲。臣已老迈，出身刀笔吏，才智粗鄙，学识浅薄，恐误了世子。汉初3杰出世，萧何为刀笔吏，成两汉400年之社稷。汉末，三国分鼎，卢植为刀笔吏，门下却教出了昭烈先祖，天下之英雄，能得刀笔吏为师宝，我儿之幸也。既如此，臣奉教。你教自即日起，以世子为郡，为官正使，5日移至相府，习学公事。臣等奉教。老太尉可想清楚了，300万斛粮米，化世仇为盟邦。贵国这笔生意做得算不得亏。邦交往来是用国礼，便是当今前王，昔年共谋和议，也不敢如此奚落戏弄大国使臣。郎君参政相府，却做出这般小儿无状戏码，罔顾国事之重，可是前王之意？我家父王胸中怀的都是天下之大义。南唐君臣割据称藩，裂土分国，违逆天命。我王所不取也。所谓邦交，纯系笑话，又何能有严厉之词？300万斛粮米之意，是本官看在老太尉悬车之年犹有事主之诚，奔走辛劳，颇为不易，故有此问。依大参所言，此非前王之论。纵使成约，亦不过是私相盟会。大参如何做得吴越国的主？吴越国当今大王自是我父。若此事可允，某自当陈情，促成盟好；若此事不得允，老太尉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当年与程昭岳对着，前王屈尊，亲为庖厨，久猎余香，沧海桑田，竟已然是30年前的往事了。程佑其实年少，听闻大王与阿姐讲述前世，若无太尉，我家阿姐
也无缘登得国主正妃。这说起来，太尉还算是大王与阿姐的媒人呢。足下贵为吴越元就，浙东盐铁副使。此次将我们约至此处，不会只是为了忆往事吧？前世有祖训，善事中原大国。若吴越与南唐盟约，昭示天下，以抗宋主，这等事情，别说江右6州，便是贵主肯割让江左3州，大王也是绝不肯允的。有些事啊，说得，做不得。有些事却是做得，说不得。前王什么都没做，却平白收了贵主6个州郡。宋主虽是行伍出身，却也不是个傻子。足下的意思是，白得江右6州，前王不敢，但私下与我朝同仇敌忾，共抗北朝。前王是敢的。太尉容禀，这凡事只要牵扯到朝廷与官府，限于祖训与统训，吴越皆不能允。反之，若是不牵扯朝廷与官府，这生意嘛，却还是做得的。却不知若如此，吴越能给我大唐什么？那就要看贵主如今缺什么。缺兵，缺粮，缺银绢，缺金帛。吴越有的，大唐都缺。吴越有祖训，虽一兵一卒，不能外借。那么，除了兵卒之外，其余皆可借了。若太尉问的是吴越，有祖训在，都不能借。若是老夫不向吴越借，向黄龙社借，这山岳社曾经旗下的营生，如今全部都记在黄龙社旗下。秦淮社是太尉一手照造，如今黄龙社里晚辈不才，正好当家。既是生意，当年山岳社能为秦淮社做的，黄龙社都做得。只是老夫现下没钱，这生意可还能做得？没有现钱，可以抵押袋子吗？却不知以何物为押？晚辈听闻，这固郡沙州乃是太尉名下产业。崇明镇，吴越要崇明镇何用？陛下，所谓崇明镇，其实不过是长江海口的2片沙洲，名曰固郡沙。每一片沙洲之上设有军寨，驻兵一队50人，为海口哨警之用。先帝以其鸡肋，故命老太尉以秦淮社领之。前王以粮秣辎重器械资我，只是为要这么一片无用的沙洲。启禀陛下，固郡沙并非无用，秦淮社待国家执掌海邑诸务，
与开京、平安京、暹罗等地往来海贸，船队皆自固郡沙出海。黄龙社船舰精力，把持海路，几十年来多有举语。秦淮社虽不能与之争锋，却亦不曾将国家海贸之力拱手让人。太尉的意思是说，前王是想要独揽海上之力。陛下，海上之力成后，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宋主兵危，则是迫在眉睫之险。请陛下以祖宗社稷为重，割崇明沙洲与吴越，取其良资之力啊！陛下，崇明之力，非指海贸一事，其地扼守海口，为长江与外海之分界，北临泰州和靖海军，南接吴越之苏州和中吴军，西抵我大唐的江左三州，还有江阴军、镇海军、常州左右乡。一旦吴越兴兵北向，是偏师从海路攻我。其实，宋军在西，吴越在东，朝廷水军首尾不能相顾，长江天堑，恐不复为我所有。陛下，海船吃水深，江船吃水浅。海船一旦越过崇明进入江面，浅滩暗流，十之八九是要搁浅。黄龙社纵横海上多年，却始终不得侵入长江，便是此理。太尉啊，前王到底许了多少粮米辎重和甲械？启禀陛下，不是前王，而是黄龙社。自契书约定之日起，京师东面株洲县驻军以及镇海军、常州军、江阴军的粮秣、军资、甲仗、银券、金帛、赏赐，皆由吴越黄龙社一体当之。陛下，此乃亡国之策。几万里大江奔腾，几万里战马嘶鸣，几万里此情无声，几万里陌上花开，几万